到底这个我们以前有外销一些子弹那现在去买子弹，说呢成本增加3倍，所以马文君委员就说什么意思啊？对不对？那你现在买这个花了1亿多，一发要18.82块，明明可以自己做，这是205兵工厂了。205在高雄，原来叫60兵工厂，后来改名叫205兵工厂那说这个，那民进党委员就说不太一样。那马文君说说有3个疑点去反驳那另外呢，今天国防部长在立法院接受采询，他说不要混淆，他说不太一样。他说因为以前美国我们是代工，很多原料是美国提供我们只是代工，所以叫6块。现在是全部要自己原料都要我们自己，所以就变成这个10几块了说是标价是15块5毛3所以大概是16块左右所以不要混淆等等那另外呢，说我们对外面买是15.53元啦所以我们自制呢是16块所以呢你看买还比那边便宜的这个7分钱所以我们为什么买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国防部大量外购步枪子弹，但过去国军205兵工厂替美军生产的 M855子弹每发仅需6元，外界质疑外购价格飙升了3倍。国防部长顾立雄给出解释，跟我们这个军备局自制全部的这个子弹都不一样，因为它的那个弹药的发射药、底火、包材，还有整个运输都是由美方提供的，所以我们只负责其他弹壳跟弹筒。以 M855钢芯子弹来说，国军自制成本16.18元，此次外购得标价是15.53元。国防部澄清没比较贵，但过去兵工厂就能自给自足，如今却必须外购。军方过去声称新产线可以在114年12月底完成，蓝委质疑是因为迁厂到高雄新厂区导致延宕。马文君仍质疑目前训练耗弹都是普通弹，为何要大量采购钢芯弹？现在我们的库存有满山满谷的855钢芯弹，训练的时候为什么不会用？很重要的就是它对于我们的枪管会磨损，很多的靶场现在根本禁止使用。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使用普通弹跟钢芯弹，而且钢芯弹的比例占了87%。弹药消耗量暴增，3大原因包括实弹训练、恢复1年期征兵、后备教招延长，弹药消耗量更是从2340万发增加到5881万。评估1年的射训量大概2000多万而已，这前4年。就突然间整个就暴升到大概5、6千，等于说这4年打下来已经几乎是我8年的一个讯号量。目前影响产量的最大因素就是敌火产能，军备局也说将在1.25兆特别预算中新造年产5000万枚敌火产线。亮君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这个现在。当然，国民党针对这个子弹的价格来去做质疑，我想在预算上面大家来行使这个立法委员的职权这都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资料还是要正确了因为这个马文君所处理的这个所讲的这个子弹价格，大概是2005年当时美国委托台湾所制造，也就是台湾所代工的这个子弹那在当时呢，美方其实提供了包含说底火啦、发射药、包材、运输这些，其实都是美方提供，而在台湾我们大概就是负责生产这个弹头弹壳还有加工等等的这一些部分那所以当然自然在价格上，你说这个已经是20年前的这个价格，你跟现在来比，第一个是当时的这些材料一部分是美方来提供，我们是来负责做加工的。那第二个是20年过去了，时过境迁很多的材料也是在不断的飞涨所以我觉得在价格的部分在这个部分上面，我觉得在资料上要正确。第二个是说，现在大家在质疑说，那到底现在的这个子弹为什么我们自己可以量产？那现在的产能到底是多少呢？那其实当然，刚刚有赵大哥已经有提到，现在兵工厂迁到高雄之后我们现在相关的这些，不管从7.62公里、1.2公里等等的这一些产线大概是到9月，今年的9月来开始量产然后包含在这个接下来如果。未来这个蓝白可以也支持这个1.25兆的这个预算、军事预算、国防预算的话，里面呢其实也包含了一个5000万枚的敌火生产线所以这也非常的重要啦。那为什么大家讲说，那现在为什么突然要有这么大的量能刚刚其实军备局局长已经讲得很清楚过去这段期间常备的训练大概是2000多万发的子弹，但是现在回复1年的兵役，再加上近年来我们全部的这一些
不管是演练也好、演习也好，以及因应两岸局势升温也好，我们国军在这一些所谓的演练上面，一定会耗费更多的子弹，所以可以预见接下来子弹需要的数量会越来越多。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在国防大家都应该要同心啦。那要大家监督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数据跟资料要正确。那位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在国防委员会啊，外交国防委员会就在讨论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就是刚才这个马文君讲，马文君一口气就咬定这个6块钱就可以做了，为什么你一定要18点多，将近19块啊？那这个成本的问题啊。然后这个王定宇委员也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然后他就讲说啊，这不管换。基统雅讲这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时候6块钱是美国给你代工，所以材料是美国提供的，技术也是美国提供的，等等的。现在要自给自足，可是外面会怎么想？外面怎么想？这子弹，老实讲，我们大家都知道，子弹有什么那么伟大的地方吗？我们兵工厂是干什么？兵工厂，我们的军兵工厂实力很强的，子弹早就可以自己做了。现在问题就是说，价格多少，一定要到18.8几吗？那中间的我们就想说采购过程是怎么样？啊，说我要买这个18.8多的，采购过程怎么样？这个是要采购的哦，要采购的。那这里面来说的话，就变成说按照政府采购法。好了，我要特别提一个东西，因为最近国防部一直就是他包出去的东西很多很奇怪的。很多很奇怪，就是怎么会这个做装修的可以炸弹啊，或者是卖茶叶的也可以来标这个要进我的产业进我的标案，大家就一直就觉得很奇怪。这种事情最近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仅仅说原来他没有过去的资格也都可以标，只要最后能够符合就好了，而且甚至于价格更高。外面马上就想到一个东西啦，选举到了，选举搞啊。是不是借这个机会，某种程度来绑桩，让这些比较小的这些生产工厂能够来 join， 能够来标？所以最近的工程会，他要把政府采购法一次修改几十条，里面的条文有个很重要哦。3家不用3家，有一个很重要哦。一般来讲都说我要3家才能够标，现在呢他就把3家拿掉了，1家也可以。原来是3家，要3家才能标。第一次你都没有人来，第2次什么之类，后面勉强可以给你开始1家，现在把这些通通啰啰嗦都拿掉了，直接让你就可以说，来，你过去没有这个记录没有关系，资本额不够没有关系，只要能够买到，就是要古立雄不断强调，我管他公司是什么，我管他资本额是什么，他只要能够帮我买到那个炸药，啊，我就给他。这个完全是违反政府采购法，那所以呢，他就来修。我觉得这里面事情很大条，就是你从一个小的案子来讲，这个钱也没有很多钱，对不对？可是问题就在于说，这都是一个小包，是不是有某种程度要去图利绿油油的中小企业？来，去看这里面一个最核心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205兵工厂，这长久这个子弹我们是可以这个不止自己可以做，我们还可以外销的。为什么这次一定要大量的采购这个？这是第一个核心点。你如果真的像美国可以提供你那么多好的，就拿来我们做嘛，为什么还要买呢？而且那么贵，这是第一个核心点。第二个问题也很重要啊，明明都还有库存，一下为了一个训练，一定要买那么多吗？这些也是现在一个问题啊。你如果要花人民这么多的纳税钱，10几亿你真的有这么多的这个训练吗？第3国界最严重的就是灌醉啦。预算有没有灌水？这段时间至少2个例子是非常严重的。像我们人民的每一分纳税钱，立法院不只是没办法监督，你现在从现在流出来这个整个文件跟一些内幕，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个中油3阶的这个工程，本来90几亿就是可以绝标的，中油的录音档都有哦。中油的高层直接去跟厂商讲，我中油就有几年了，可以多变一点了。后来多花人民纳税人多少钱？150几亿。92亿的工程，后来要多花150几亿，而且这个减掉目前是在查，有录音档哦。另外一个已经暴露了，是跟军方是有关系的。你海军自己的局长说什么？能多编就多编，能骗多少就多骗。结果你现在国防预算又不让立法院好好审。我刚才讲的1.25兆，到目前美国给我们的那个项目，真的大概是有3000多亿啊，存在根本都没啊，就是一个空白啊。现在更严重的，你现在土壤你现在编过来的。从去年开始，一笔1000多亿的这个国防预算，
增加，它灌水灌在这个高关税这个特别预算里面，后来今年有将近9000亿了，现在又来约1.25兆了。现在的是波波修，你第一个你都看不到那个详细的那个项目在什么地方，所以为什么黄国昌他们为什么急着我们4个人急着要去美国看？你现在除了那3000多亿，你到底有多少是美方认为说已经很清楚是要卖给台湾的 ？number 整个都黑箱，然后现在变成什么？国防就是一门非常好的生意，只要他拿来了，你国民党党、民众党党，哎，你就不爱国，你不爱台湾。可是第一个那个每一分钱都是我们人民纳税钱，第二个更重要的，你要买到合适的这个武器，这个对台湾才会好啊。就民进党现在不是，他用抹红还有黑箱整个作业弄到现在，你看连买一个子弹，我刚刚讲那个3个核心，他们都没办法完全去回答。明明我们自己可以做，那为什么一定要去买？你如果讲说你真的是美国提供很多，那你就照那个模式来啊。第3个，你到底有灌水多少？而且你的训练的那个，你说是为了训练补充，你现在有需要一下搞那么多量吗？如果为了我们整个台湾后，那你怎么样让两边的这个两岸不会发生战争？你那个训练不是就不要这么多吗？对不对？别爱台湾，不用嘴巴讲，真的不要花那么多人民的纳税钱，而且真的要做到叫起爱台湾，那不可能台湾。就现在再回来。好，说中共呢，这个用一些这个假账号了哈，或是自己创造的账号，然后干嘛对台湾呢？说要锁定以美，不要怀疑美国。你们讲美国不好什么意思？哦，也不能怀疑我们的国军哦，国防预算哦，你们质疑什么？什么3000亿变6000亿，6000变9000亿，再加上1.25兆的这个韧性国防预算，你们讲什么？不可以质疑。说国安局去年查获231万则有争议的讯息。哦，就是说异常账号了，就因为他要账号，我们常常比如诈骗，我们去报案，警察就说你是什么，他去查，哦，这个账号在海外，所以经常诈骗都是在海外，不会在台湾的账号，因为一查就到了嘛，转过来转过去，转过来转过去。那现在说异常账号，2024年只有28216个账号，到了去年变成45590，哦，增加了这个%，我看差不多60-70%哦，增加很多。然后呢？有认为有争议的讯息，在2024年是2159821，到了2025年变成2314123，哦，也增加了200万左右，差不多哈。他说，中共对台湾有认知作战了，有5个手法哦，譬如说在脸书发文啦，哦，用这个 PTT 的账号啦，哦，去炒作，然后呢，他把名单都弄出来，谁在搞？它有2种，一种叫资讯科技公司，一种叫公关公司。资讯科技，哦，就是数据分析啦、技术开发啦，哦，包括这么一大堆这个公司。公关公司，哦，就是呢这个传播还有舆论的引导，哦，又是不同的公司，哦，反正就他说这些都是这个受到控制的。然后第一个透过数据分析，你看数据是这样讲的。第二个呢就是多元管道，很多广告来投放，现在广告很多啊 ，Line 啦、WhatsApp 啦、WeChat 啦。Instagram 啦 ，TikTok 啦，反正就是很多，他到处去散，利用异常账号来渗透舆论，因为假账号，所以你要追也追不到到底谁发这个消息啊。然后用 AI 来模拟影音然后呢进行这个盗用国人账号，网络骇客 AI 真的很厉害。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就说呢上海的摄影展、摄影比赛5个评审都非常资深哦，就选了第1名后来被他检举，居然是 AI 合成的照片。讲一个人在这个光线下面在骑楼的光线，哎呀，各种让评审都很感动。后来搞了半天，人家说是 AI 合成的，5个评审都查不出来呢。现在真的很厉害，你不相信你自己说，我要编一首歌，以前要编个歌多难呐，写一个词多难呐，对吧？专家、文学家来写，现在你跟他讲一讲，把他情境告诉他。我要讲一个失恋的人心里多么悲苦，但是不要放弃希望，要对爱情还有信心。叫他给你写个歌词，写得好得不得了，然后连曲都给你编出来。所以将来不是那种真的1等1的非常厉害的作词作曲家、艺术家还不如 AI 好。当然了，如果说你很厉害，你可以打败 AI， 否则的话 AI 可以取代你。所以呢，现在用 AI 来拟真的影音来搞这种那我相信我们也在做了，不是只有他做了。全世界都在做了，互相在攻防了然后 PTT 说老共的军舰进入24海里，我们都没有去阻挡他，说这是假讯息
国安局是用10几组的账号，然后呢作为认知做真的跳板，所以老共有党务系统、中宣部、统战部、这个网信办、政务系统、国安部、公安部、国台办、军务系统政治工作部网络空军部队，哇，它有很多单位在做然后呢要让我们台湾内部是对立的，然后呢要让我们的抗敌意志减少的。然后呢，让这个盟友愿意帮助台湾的这个意愿也降低的，然后呢，要认同这个中共的立场那另外呢，这个所以今年比去年比前年多了17000组了那另外呢，这个蔡英文的时候，在2017年曾经呢成立一个叫第4军种，就是资通讯啦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发觉是不可行的，因为呢就变成这个到底谁来统筹本来大部分属于陆军啊。陆军现在指挥不了，因为它是变成另外一个军种，负责人员是少将变成中将，官也很大跟你这个军种司令差不多大了结果呢，赖清德把它改回来了原来是新境界文教基金会，这是民进党的智库建议的，说现在搞了这么多年不行了，所以呢第4军种破功现在又回归到原来的这个单位去。那顾立雄说，现在要专注网络战、电子战，所以呢。这个通讯就回归了陆军了不再这个另外在任务编组了。所以呢，这个专家是说，改来改去，改来，我们的资通电的战力已经落后老共了。他们本来就很厉害，你又改过来改过去，改过来改过去，事权也不统一，指挥也不统一，就越来越糟了。我们看一下。国安局已经完成了2025年中共对台认知作战操作手法的分析报告，并归类出中共党政军持续运用5大手法，透过180种的网络平台对我国受众传散争议讯息，并且盗用 PTT 10多组账户，透过外国伺服器当作跳板，炒作中共封锁我国天然气运输、共建进入24里线等不实征讯。而去年也查获了4.5万组的异常账号，231万则争议讯息，而且相较于2024年，异常账号增加了1.7万多组。因此，国安局强调将持续加强征收中共对我国认知作战手法样态，并跟第三方事实查核机构、社群平台业者强化沟通交流，适时揭露，并下架不实的网络资讯。中共对我们有没有强力的认知作战？肯定有。但是呢，我对于国安局他说去年比前年增加非常的多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说服力，因为呢，它里头的一个标准呢，把以美账号也列入。那去年发生什么事情啊？去年发生美国那个莫名其妙关税大棒不是台湾友好这个重伤台湾，而且呢，对我们这个台积电整天这个指指点点，讲一大堆非常奇怪的不能够服众的这个论述。那请问大家对这个美国强力的来批评，这已经是全民共识了那这个算不算以美啊？你如果说2025是台湾以美元年，我觉得都不过分吧？因为谁导致台湾变得很以美？不就是你美国吗？不就是你川普政府吗？然后把这个也弄去说这个需要到中共认知作战，大家才会以美，那这是不是也是有点太小看台湾人的智慧了？那至于这个第4军种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联合报骂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对。当初就是蔡英文呢文青治国的一个代表作。第4军种说明资通战、网络战、这个讯息战什么什么非常的重要。可是你这个非常的重要，你要是造成整个军事的这个升级化嘛，你当然是在你原有的传统军种里面，你把它升级化，结果你把它独立出来，违反所有军方的专业意见，你独立出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不仅是说你这第4军种的难以管理，重要是你的升迁管道造成困扰了嘛，对不对？你从这第4军种，你说他们这个官都大一级，很高兴，可他很小军种很小一个萝卜一个坑，他反而阻碍了他的升迁那陆军本身需不需要做整个 AI 资通战的升级？当然要啊！你想想看，中国大陆现在都已经是机器狗、机器狼、机器人大军的时候了，以后通通都靠 AI。那我们陆军还在搞真人的部分，然后弄一个小小的这个资通
战的军种，然后造成内部的困难吗？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只能说实施了9年，大家发现真的不行呢，回神了。但是我要呼应一下前一题那个子弹价格的事情。大家刚才都讲了很多这个子弹价格的道理啊什么，我听到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子弹这种消耗品呢，我们竟然还需要去对美国采购，那你真的是把这个第一线的军人呢不当一回事嘛？你未来你说现在需求量突然增高，因为实弹演习增加，你若一旦发生战事，大家前面噼啪噼啪一直打子弹，然后打到一下说，哎，你不可以再用了哦，你等一下，我们美国的东西还没有运来哦。那如果真的发生战事，我们被封锁了，你这个靠外援可以。其实现在台湾真的要备战，你最重要是要拿本土能生产的东西越多越好嘛？你怎么会一直增加以前可以生产的，还现在多增加对美的采购呢？我觉得这个本末倒置。这个永平讲的其实都句句到位了哦，句句到位。我们现在来看哦，这个第四军种的问题，我今天问了顾立雄啊。他这个理直气壮啊，他说本来就没有啊，本来他就是一个类似一个拉出来的啊，所以这样才回归，他不承认这个东西，他一直不承认说现在4个军种，他还是强调就这3个军种，就3个军种，陆海空的，哎，对，他说兵种。军种跟兵种不一样，反正他讲的话，你会觉得说，他旁边幕僚就讲，一直强调说这个讯息不对啊，这个讯息不对啊，里面来讲的话，这个要直通电是什么？要支援它的电磁战、网络战，要一般的作战部队来。所以以他来讲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今天讲说我在陆海空我都有这个东西，有直通电，没有必要单独拉出来。那以前就拉出来了嘛？实际上以前已经拉出来了嘛？我们看到那个，所以才造成运作困难嘛。你刚才拿那个图都有在那里嘛？蔡英文前总统在那里9年前的时候，在新店的地方，新店的中信营区就这个节目，他一个节目的一个典礼啊，当时闹很大了，我记得那时候闹很大，这个基层是很不满的。你可以看到，很少说一个政策下来，你可能有批评的。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包括学者、包括专家、包括过去的这个将军退将也好，那么如果现役可能他不敢讲啊。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专家学者熟悉这一方面的指挥作战的，都会说，怎么会这个样子？那时候根本就不应该成立第4军种。如果真的要成立第4军种，老实说，要不要去考虑火箭军呢？现在有火箭军了，你就是有这个几个国家有陆海空以外有火箭军，火箭它不是打火箭的啦，它是主要的是飞弹。那我就问啊，我说这里面来讲，我们的这个1.2兆的特别预算，基本上都是防空系统，基本上都是反飞弹或者是打飞弹，你要不要去考虑这个东西？他国防部是目前想都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所以我最后要个结论就是，今天来讲的话，谁造成中间的一个指挥系统非常的混乱，基层很不满，现在等于是赖清德出来收拾蔡英文的时候，那时候一个奇奇怪怪的政策的烂摊子。不，现在很喜欢搞些新名词啦，什么第4军种啊，海巡署就变成第2海军啊，就是搞这些东西哈，搞得一副哇，这不得了了，我们这个国军这个各种大幅度的改革，这个时候呢，改来改去，改到最后呢，发觉改革当然很好了，但很多时候呢，就发觉呢又过头了，又变成要再退回这个原来的这个规划，变成这样子。休息一下再回来。